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厕所，在总理莫迪上台前，这里每天约有7亿人露天方便，街边到处都是恶心的液体、固体，空气中时刻弥漫着一股牛粪、人尿混杂的味道。印度人露天如厕的传统已经传承了上千年。印度教徒认为厕所是储存秽物之处，这种东西建在家里只会让人沾染晦气，是对宗教礼法的亵渎。早在2001年，世界银行就在印度发起过一项推广厕所的计划，结果印度人民压根儿不买账，男人们依旧在家门口解决，女人们则会趁着天还没亮结伴去村外找个草丛方便。这种做法会污染水源、土壤啥的就不说了，更可怕的是会招来好色之徒。印度男人连蜥蜴都不放过的大名，全球都有耳闻。不少低种姓家庭的妇女在外出方便时会遭到骚扰，甚至被侵犯。这些女子还不敢多说，因为丈夫会因此嫌弃并虐待她们。2013年，莫迪上台，次年他正式提出清洁印度的宏伟计划，投资200亿美元，用5年时间建造1.11亿个厕所，大约每分钟建40间。为了鼓励民众在家建厕所，他还推出补贴政策，给每个家庭补贴12000卢比。虽然没有实现100%无露天排便，但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。好不容易印度人开始接受厕所了，又出现新问题，他们不接受用纸擦屁股。直到现在，印度人上完厕所后依旧是用手，在他们眼中，用手才是真正的爱干净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毕竟印度人对干净这个词的理解绝对是独一无二。就拿他们的母亲河恒河水来说吧，堪称世界上最多功能的河流，什么洗脸、刷牙、洗衣、做饭、废水处理、朝圣沐浴，甚至排泄焚尸都在这里进行。一口恒河水，半个元素周期表，什么脏不脏的，印度人完全不在乎。他们认为恒河里流的是圣水，能够净化一切，垃圾扔进去都变干净了，人的灵魂也能洗涤。母亲河这么脏，大街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众所周知，牛在印度非常受尊敬，简直就是神的化身，他们比人还自由，每天在大街上招摇过市。印度人民会充满敬意地献上吃食，并请求神牛赐他们一点牛尿用来做饮料。他们相信牛尿、牛粪可以治百病，并将其用到日化用品上，什么牛粪牙膏、牛粪香皂接连问世。2020年，印度人还研发出一款牛粪芯片。印度全国牛类委员会主席卡迪利亚表示，牛粪能防辐射，将牛粪制成芯片用在手机上，能抵御疾病。我们要让这个牛粪芯片占领全球的芯片市场，无论是手机、电脑还是飞机导弹，都离不开我们的牛粪芯片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印度牛都是神牛，人家也分3、6、9等。在印度，只有流牛才是神的坐骑，黄牛、水牛次之。流牛中的白色奶牛作为不能杀的牛，甚至写进了印度宪法。按理说，印度也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， GDP 排名全球第6，地理位置和气候生态都属于老天爷赏饭吃，曾经还是个文明古国。怎么这些印度人都跟没开化似的，生活在原始社会呢？这就要谈到印度传承千年的种姓制度了。这词大家应该都听过，总的来说就是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。印度人把人按贵贱分为4个等级，等级最高的是婆罗门，一般是僧侣、贵族之类的，次一点就是刹帝利，掌握着军事和行政，再次一点是吠舍，属于农牧商等平民阶层，印度总理莫迪就是吠舍。第4阶层是首陀罗，大部分是些佣人、工匠啥的。到这儿还没结束，最低阶层叫达利特，俗称贱民，这类人不配拥有种姓，是不可接触者，肉体是肮脏的，哪怕是影子也能污染别人。在印度，种姓制度无法更改，就算你再怎么有钱也没办法。也就是说，印度的主子永远是主子，奴才永远是奴才。那低种姓人就不反抗吗？答：不反抗。按照印度教的说法，众生平等，大家的灵魂都一样高贵，只是你这辈子不走运，投胎到了一个肮脏的肉体里，所以只能靠着这辈子吃苦来改变下辈子的命运，换一具纯洁的肉体。这就是命啊，孩子，你怎么能想着反抗呢？赶紧吃苦积德吧，不然下辈子还这样。这就是个恶性循环。低种姓的人世世代代无法接受良好教育，他们不懂科学，不懂民主，常年处于压迫之下，生下来就是认命。尽管印度国内阶级分化严重，文盲遍地，垃圾满天飞，但印度人还是非常自信。他们认为印度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，是东方大国，除了美国、俄罗斯，其他国家都没资格被印度人放在眼里。把母牛奉为神明，把牛尿当成甘露，印度三哥究竟有多奇葩？8岁开始禁欲，抛妻守寡50余年，莫迪老仙究竟如何炼成？我是社长，本集带大家认识地球首席厕所推广侠，知名神牛守护者，恒河的好大儿，印度神棍总理莫迪。注意看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叫老帅，他是东方神国的最高统帅，印度人民顶礼膜拜的救世主。究竟是什么让他想不开，非要自寻短见？原因竟是他60年没吃过肉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是一位73岁的老处男。
2021年，印度疫情闹得最凶的时候，几乎每周都能从恒河里捞出10到20具浮尸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印度总理莫迪居然跑恒河里撒欢泡澡去了。只见他一袭红衣，手持念珠，一边抛洒鲜花，一边反复潜入水中畅游，最后还不忘舀一杯回去献给神庙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含分量超标200倍的恒河水。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，正常情况下，每100毫升河水中大肠杆菌的安全数量是500个，而恒河水中大肠杆菌数量已超过了10万个。尽管这水里屎尿尸骨啥都有，但印度人却坚定不移地爱着这条母亲河，刷牙洗脸都在这儿解决。作为一国总理，莫迪带头泡个澡也没啥奇怪的，毕竟他平时干的事儿可比这神奇多了。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印度医疗资源紧缺，可莫迪却执着于给牛提供救护车，还给牛配备专门的医生。对莫迪来说，拯救数百万头神圣的牛远比拯救数以亿计买不起药的人更重要。毕竟他曾立法规定，屠宰一头母牛将面临最高14年的监禁。莫迪平时除了神神叨叨，第二大特点就是自信。他在任期间3番5次申请加入联合国5常，他们自我标榜世界第3大国，除了美国跟俄罗斯，其他国家都是渣渣。看得起大毛是因为人家愿意卖给他武器，至于美国，可能是因为莫迪跟川普确实有那么一腿。莫迪刚上任时跟美国关系不是很好，小布什政府甚至不愿意给莫迪发签证，奥巴马上台后才解除禁令，然后川普一来，这俩直接开始度蜜月了。2019年，莫迪受邀访美，川普给他举行了一场你好莫迪的欢迎活动，喊了将近5万人到场庆祝，二人十指相扣，高调秀恩爱。川普不仅大夸两国友谊，还特地请人跳了一整场的印度舞曲和集体瑜伽。次年，莫迪也给川普回赠了一场你好川普的盛会。为了彰显东方大国的气质，莫迪不仅破天荒把泰姬岭门口的臭水沟给洗了一遍，甚至还下令管束那些在街上乱窜的神牛，可见特莫兄弟的激情之深。有人可能好奇了，这人看起来就是个神棍，他究竟是怎么当上总理的呢？我说了，你别不信，人家靠的是戒色。内娱没有纯情处男，但印度有。莫迪从政21年，身边没一个女人，也没一个男人，甚至他的结发妻子都跟他没有夫妻之实。这个妻子也是痴情，为他守寡50多年，具体情况咱稍后细讲。先说回莫迪。莫迪1950年出生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，这是个福地，印度国父甘地的家乡。莫迪是个低种姓吠舍，他有5个兄弟，靠着爸妈经营一家干净又卫生的奶茶店过活。按道理，这天崩开局，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基本没啥翻盘机会，但偏偏人莫迪不信命。据说他从小酷爱读书，还敢跟鳄鱼一起游泳，终于在8岁那年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，从此逆天改命。这个组织叫 RSS 国民志愿服务团，里面全是戒色巴里出来的印度教徒，他们不吃肉不喝酒，甚至不吃辣椒不吃油盐，唯一崇拜的是牛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禁欲，必须时刻保持纯洁，保持单身，致力于建立一个雄性的印度。莫迪加入这组织之后，就一直过着苦行僧生活，坚持吃素不近女色。他爸妈觉着孩子年纪轻轻看破红尘怎么行，就强行给他包办婚姻，让他娶了一位名叫贾苏达本的女子。那一年莫迪正值18，血气方刚，面对17岁的貌美新娘，他硬是没破戒，并在新婚第2天离家出走，跟着组织到处流浪修行去了。这新娘也不恨他，老老实实等了几十年，期间还考了个教师资格证，据说是莫迪要求的。本来这事儿也没人知道，莫迪在组织里工作出色，很快就获得印度地位最高的大学德里大学的政治学学士文凭。 RSS 也推举他加入印度人民党，莫迪正式进入主流政治圈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到了2013年，莫迪开始竞选印度总理，必须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填写清楚。他这才告诉全体印度人民，是的，我有一个妻子。印度媒体都被吓晕了，赶紧跑去莫迪的老家采访他的老婆。这个女人此时已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，每月拿着微薄工资，生活在一间没窗户的房子里，跟邻居共用一个洗手池和厕所，过得很惨。而莫迪却已成为印度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。印度人民就很气愤，为贾苏达本打抱不平，一时民怨沸腾。结果人贾苏达本老泪纵横，劝大家不要怪罪丈夫，不打扰莫迪是对他最大的支持。随后他拿出自己所有退休金，全部花在了莫迪的民选上。救命啊，他真的超爱。其实大家也不要误会莫迪，他不只是对妻子这么冷漠，他对亲娘也很冷漠。自从18岁离家出走后，莫迪就没怎么回家看过父母。虽然莫迪的上位史稍微有那么点荒唐，但他还是干了些实际的。他在5年之内建了超过1亿间厕所，让印度人民彻底实现了拉屎不自由。
中国人知道印度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吗？这是国外最大的知识分享社区 Quora 上的一个高热问题。下面不少印度人回答，不只是中国，全世界都知道印度是超级大国。不得不说，三哥的自信都快冲破宇宙了。早在2005年，印度就提交了加入联合国五常的申请，直至2021年9月，已经足足申请了6次，每次都是4票同意1票否决，五常轮流当善人，这让三哥很是委屈。三哥认为，我们印度现在 GDP 总量位列全球第6，要航母有炸锅炉，要坦克有炸飞机，好歹咱也算经济军事大国，凭啥就不能入五常呢？努力了10几年没成功，把三哥搞魔怔了。他们开始直接造谣，说什么中国的常任理事国位子是印度给的，这瞎话，是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特利在国会上说的。拜托，有点常识好不好？中国拿到理事国位子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规定的，而印度1947年才独立啊。虽然进不了联合国的五常，但在网络上人三哥可是五常之大常。印度是英语国家，抠字速度一流，人还多，在外网的战斗力猛的一批，经常舌战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乃至全世界，还没见他们落过下风。日本排放核废水被印度人骂得狗血淋头，日本人不服，我们的核废水比你们的恒河水更干净。三哥回怼，我们敢喝恒河水，你们敢喝核废水吗？2021年韩国火箭发射失败，三哥赶紧上场表演，你们美国佬不管自己孩子吗？韩国还小，不适合玩这种危险玩具。韩国表示，我们的年龄有6000岁。当然，三哥最热衷的还是跟我们中国 PK。三哥曾说，我们印度人永远不会被打败，仅凭我们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就能摧毁中国的一切，我们的发展领先中国几十年，但如果我们再不努力，20年后孟买就要被上海赶超了。上海别来沾边，除了跟中国比，三哥还会拿孟买跟新加坡比，跟迪拜比，结果都是孟买胜，只有纽约能勉强一战。为啥他们只拿孟买出来比？因为印度只有孟买一个城市拿得出手，毕竟人莫迪老先可是费了老大劲儿，到2018年才勉强给印度全国通上电。关键还有不少三哥在网上问，你们中国人行吗？能像我们一样全部通电吗？通电还行，偷电我们肯定不如你。这种笑话看多了，你会发现三哥这良好的自我感觉真不是在吹，也不是在开玩笑，他们是发自内心觉得印度最牛，这种自豪是自发且真挚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三哥的迷之自信到底哪来的？原因一，他们人多，而且是年轻人多。印度是世界第2的人口大国，人口数超13亿，在全球都面临老龄化的今天，偏偏印度无所畏惧，在他们那里老年人很难存活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只有 6.4%。 莫迪有句话天天挂在嘴边，印度作为一个有着8亿年轻人的国家，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？第二个原因，他们文盲多。俗话说无知者无畏，在印度只有少数高种姓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，识字率只有 72.1%， 而联合国的平均识字率是 86.3%。 印度年出境人数不到3000万人次，大部分印度人没有走出过国门，没有见识过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，信息太闭塞就会导致无知自大，长此以往自然啥话都能说出口了。